放量假阴线是一种重要的量价信号，它可以告诉你市场会加速，也可以告诉你价格会见顶。看懂放量假阴线，交易决策不再难。那为什么同一种量价表现，有的时候它还会上涨，有时却会见顶下跌呢？这还是同一只股票哦。今天我们就解决这个问题。大家好，我是阿哲，每周分享你不知道的技术分析。如果是新朋友，第一次看到阿哲的视频，记得点赞订阅阿哲频道。我们先了解量价的基础知识，关于成交量中的阴阳量柱区分。如果价格下跌收阴，成交量显示为红色，这个量柱我们称为阴量柱；而如果价格上涨收阳，成交量显示为绿色，则称为阳量柱。那这种价格当天是阳线，但实际涨幅却是收跌的，下方成交量又为绿色，这是什么量柱呢？是不是就有点不同了？注意了，它其实是阴量柱。在成交量中，如果出现假阳真阴，务必小心。这种阴量柱后，大概率看跌，小概率上涨。那像这种价格虽然是阴线，但收盘其实是上涨的，这种成交量虽然是红色，但也依旧属于阳量柱。如果成交量出现假阴真阳，将蓄势待涨，而能够帮助我们交易决策的，正是这种假阴真阳的阳量柱。它具有很强的欺骗色彩，在关键的拉升点位会常常被主力资金用来欺骗散户。接下来阿哲会告诉你怎么防止受骗，甚至跟随主力资金获得后续的上涨利润。所谓决策阴量，就是上涨中突然出现的放量假阴线，这个成交量它越是巨量，效果越好，决策交易的成功率越高。一旦上涨遇见这种阴量，先不要慌，找到决策阴量的低点，作为当前行情关键价格。这根假阴线如果下影线大于实体，我们需要化收盘价为重要价格，而如果下影线没有大于实体，则用当天最低价格即可。我们假定当天有资金异动，但你不知道这种放量假阴究竟是资金出货行情结束，还是故意洗盘将再次上涨。所以关键价格之下，我们是不能交易的，甚至手中筹码还要去卖出。但当你发现价格突破放量，强势回归关键价格之上，这就是我们再次决策看多的机会。后续是不是又再次上涨？你是不是觉得这个方法还挺简单的？别着急，我们继续看它这一次上涨是不是也出现了决策阴量，画出关键价格。你会发现出现放量上涨，今天的收盘大于昨天最高，它是一种强势买点。不过后续虽然有利润，但是不是很一般，没有多少空间了。这里呢，它又出现了放量假阴，但成交量不够，所以效果一般。同时后续也没有放量启动突破，所以这个位置它是出货概率更大，后面我们不能做多。我们看到第一次出现的位置，为什么这种决策阴量在强势启动后却没有多少利润？你必须关注决策阴量出现的位置，以及它出现前的行情力度。当决策阴量出现之前，就已经有了加速行为，价格上涨连续出现跳空，短线出现大涨，那么再出现决策阴量，后续的行情往往不会超过前期上涨空间。所以我们更加应该关注低位价格没有明显启动上涨时出现的巨量决策阴线。当价格处于低位，甚至是下跌行情转上涨趋势不久，这个时候出现了低位的巨量的决策阴量，是最为合适我们交易决策的。是不是很快速的就出现了放量突破，出现了一根今天收盘大于昨天最高价格的 K 线？这种叫做放量反包阳线，也是一种强势的买点。很明显，买入的后续的行情是远超前期上涨空间的。那高位又再次出现高开低走，假阴真阳，这种决策阴量是不是没有被突破，也没有出现启动迹象？后续是出货下跌的概率就大大增加了。而且这种高位出现的决策阴量，一般没有充分调整之前，哪怕有突破有强势启动信号，一般我们也不在高位去参与。
一个是空间大概率很有限，另一个是风险也比较大。买入决策音量后，我们的止损位一般是关键阴线的关键入场价格。这就是今天阿哲想要分享的决策音量战法，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当前的市场，你手中的股票有出现决策音量吗？可以评论区告诉阿哲，我们一起讨论一下。